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王一博改代表作，为什么是无名和长空之王？前段时间，王一博凭借《无名长空之王》获得了电影频道传媒关注男主角。这个奖是他的第一个男主角奖。几天后，王一博便将自己的代表作由《陈情令》改成了《无名长空之王》。为什么是这两部电影？先来说说《无名》。电影《无名》的电影感是成尔独特的影像风格及电影的镜头美学。什么是电影感？电影感绝不是简单的加个滤镜，做个维斯安德森式的对称构图，而是一个综合的概念，与色彩、摄影、打光、构图、表演、场面调度等都有关系。而在《无名》这里，从影像风格和镜头美学中就能看出成尔对电影感的把握。一、作者性。看世界的态度就是拍电影的方法。成尔把自己对于历史的理解、时代的解构、人物的解读全都放在了电影当中。他的电影中叙述的观点客观而不夸大，给人感觉阳光底下再悲伤、再恐怖的事情，都能以人的胸襟和对生命的热爱而把它包容。如《无名》的背景是抗日战争下危机重重的上海，稍有不慎就可能命丧黄泉。成尔通过细节不断地向观众暗示隧道尽头终有光。何先生与叶密的生死搏斗，梁朝伟所代表的地下工作看似败局已定，实则在结尾处反转，王一博也是自己人，并且走向了光明。这种具有东方含蓄色彩的观点让成尔的电影带有浓郁的人文气质，同时也使得无名的文学性质感特别强烈，将文字中的叙事、表意、抒情借助视听来表现，从而提供电影的故事脉络、情节结构、人物设定和主题指向，让情节密度更高，人物关系更复杂，悬念感和紧张度更具张力。这可以让抽象的主题更具韵味，诗意的视听得以提升，也能够加强对观众的友好度，在可看性上更胜一筹。了解了这些，便可以得出成尔的作者性，即诗意视听、文学气质、借景抒情、极简主义，这些元素构成了成尔作者性的同时，也让无名的影像风格呼之欲出。如角色经常处于阴影下的寓意、养狗等视觉符号的表现，规整构图下的工厂、饭店、景深变化的镜头，这都是无名影像风格的对照。二、镜头美学。无名的镜头具有画卷美感的绘画性。影片开头是梁朝伟低头不语，结尾处是梁朝伟望向镜头，同样不言不语。这种开始与结束方式像画卷渐渐展开闭合，首尾呼应，故事完了，观众与角色都得到了希望。在这幅画打开、闭合的过程中，成尔还让观众看到了画的样子，即透过镜头所传递的哲理、人性和意趣。那么成尔是怎样让抽象的镜头美感变得具体、直观，又让目不暇接的镜头增强了观众的想象和回味？一是重塑场景氛围的韵律之美，让画面在视觉上是美的享受；二是剧作结构上，情节曲折的张力，增强了观众的代入感，吸引了观众的注意力，让观众在享受画面美感的时候，也能够感受到画面的内涵，而非空洞的唯美主义。三是丰富声画关系，精心设计场面调度，善用剪辑技巧，让镜头留有写意的笔触和遐想的空间。这就是无名的电影感，不是简简单单的三言两语，而是需要静下心来的拉片分析，
不过好电影不怕被扒细节，因为经得起时间的沉淀。再来谈谈《长空之王》的技术型叙事跟生动细致的人物刻画。一、技术型叙事。电影的发展与技术的进步是息息相关的。从卢米埃尔兄弟到乔治梅里爱，由火车进站到月球旅行记，就是技术在不断推动着电影向前进发。火车进站只是摄影机在呆呆的记录，而月球旅行记则含有2次曝光，运用了剪辑技巧，这种相辅相成的双赢延续到了现在，如《阿凡达》带来了 3D， 让电影拍摄更新换代。了解了技术和电影的关系，再来看看国产电影。这些年随着各种电影技术的推陈出新，国产电影有了一种新的类型片，即新主流电影。换句话说，就是主流题材与商业制作结合，主流题材就是主旋律，商业制作就是把其他已经成熟的商业元素融入到主旋律当中。如动作加主旋律的《战狼2》《红海行动》《湄公河行动》，喜剧加主旋律的《我和我的家乡》《我和我的祖国》等。这些电影都是主旋律是叙事主体，其他元素是叙事框架，借用成熟的电影技术，像动作片里的场面设计，喜剧片里的拍摄手法，让主旋律拥有无限可能。在这股东风之下，长空之王应运而生，戏内戏外都在体现技术2字。戏外，长空之王在拍摄时采用 LED 虚拟拍摄技术，结合实时影像、渲染等，创造出真实可信的空天场景，让观众在视效上有身临其境之感，也让节奏极快的2场空战、凶险十分的几次是非变得精彩纷呈。戏内，长空之王的主角虽然是试飞员，但核心是航空工业技术的突破，以技术为叙事主体，讲述扬眉吐气、大国风范的故事。如影片开头是3代机打4代机，中间是前赴后继的试飞员们冒着生命危险以身作则，最后是泰山发动机研发成功，有了打得一拳开，免得百拳来的结尾。这就是技术型叙事，看起来像是现在的东西，但一直是电影的初心，这才是电影该有的样子。2、生动细致的人物刻画。一部的好的电影不仅仅有好的故事，还得有立体的角色，这才能让观众喜欢的同时为角色魅力所吸引。在长空之王的群像中，雷雨、老张、邓放都经过了不同程度的历练，才有舍生取义的成长。以雷雨为例，片中他有4次转变，这4次转变是对他这个人物生动细致的刻画。第一次是不愿意去2线，但看到张挺在沙尘暴中是战机的风采后，心中有所动摇。第2次是在千钧一发时慌了神，被训斥后想要回到原来的单位，但在张挺家吃了顿饺子，在后方折了许久散包后被感染。第3次是张挺的牺牲，让雷雨明白了传承和是非的意义，这一刻，雷雨成了一个成熟的、有责任、敢担当的试飞员，这才有了第4次的完美蜕变，与邓放一同试飞战机，遭遇鸟群，雷雨临危不乱，力挽狂澜。彩蛋中，飞过张挺儿子所在的足球场，当他的僚机，完成073的愿望。长空之王和无名就是这种由内到外都成可以称得上一个好字的电影，所以王一博才将自己的代表作改成了长空之王无名，毕竟谁愿意一直停在原地。感谢您观看视频，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，再见。